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在上一集我们量测过钢压的时候，已经发现它的钢压有点不太够，所以这一集我将会把引擎分解，并且去量测它每一个零组件的损耗程度，然后来判断是不是还能够用。首先第一个拆下的是化油器，在底部也有非常厚实的油垢。取下气管，取下2次进气管，拆下的集风罩内部也有非常多的油垢。在垫盘侧也有看到比较湿的油垢。现在来看一下传动侧的部分。滤网很久没换，火力盘磨损正常，没有刺钩，离合器碗弓也是正常。皮带没有龟裂，压板生锈。火力珠磨损很严重，传动箱内也有些许的油垢。接着分解气缸头与气缸。气管生锈严重，在底部也有因为漏洞而产生的积碳。燃烧室可以看到，因为供油偏浓的关系而产生的积碳。在活塞的这一侧也是一样。
取下活塞，可以看得到第三油环附近产生了非常多的积碳。继续分解，直到曲轴出现。取下风扇与电盘，就会看到很油的发电线水。再让我继续往下找出漏油的位置，可能漏油的地方只有2个，其中一个是曲轴的小油封，而另外一个是机油泵浦外面的外盖。答案揭晓，是外盖的油封圈。我们可以从最干净没有油垢的地方找起，而这个位置就是漏油的地方。因为每次漏油的时候，它会把脏东西带走，而旁边机油流动不到的位置则会堆积污垢。我们这样可以判断漏油点就在这个附近。拿下曲轴，检查两端的培林是否有松动，再简略的看一下连杆的部分有没有松松的。很好，应该没问题。接着打开齿轮箱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齿轮油也还蛮新的。在引擎的正式翻新之前，必须要先将各个零组件进行过一番的检查，才能知道它的耗损状况，也才能进一步的知道说哪些零件该汰换，哪些零件可以保留。气门摇臂的部分看起来状况还不错。凸轮轴的状况也很好，也没有变色。排气门的状况看起来还 OK， 只是有点黑黑的。进气门上有不少的积碳卡在上面，而这个就是造成它钢压不足的原因之一。
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气门座的部分，也有不少的积碳。活塞的第3油环下缘有不少的积碳，活塞环转起来稍微有点不顺，活塞旋发现有直线的拉痕。接着量测活塞环的间隙，主要量测的有第1与第2活塞环。第1道活塞环是 0.24， 第2道活塞环是 0.38， 都超过了 spec。49mm 的气缸是原厂规格。仔细看气缸壁也有同样的直线拉痕。因为活塞环与气缸壁的刮痕，经过评估后，我决定将它换新的。接着再量测气门杆的直径。进气门是 4.98。排气门是 4.97， 都在可用的范围内。接着轮到凸轮轴，进气凸轮是 25.91， 进气的基源是 21.23。排气的凸轮是 25.91， 排气的基源是 21.06， 都在合格的范围内。接着弹簧的自由长度是 38.14， 也在可用的范围内。接着我要量测曲轴的两端偏摆程度，我自己 DIY 了一个量测字距。放上铅分仪，缓慢的转动。从表盘可以知道右边的曲轴丝源度是 0.02， 左边呢是 0.01， 原厂规格建议 0.03 以下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最后一个部分是量测连杆的间隙，放入 0.28 的厚薄规，进不去。再往下一个刻度是 0.25， 有点卡卡的放入了。原厂建议的可用规格是 0.15 到 0.45。经过连续的量测下来，只有气密与气缸的部分需要整新，其他的部分都可以继续沿用。接着起掉这些很可怕的油垢。极端的状况会有极端的做法。汽油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剂，但是它对大环境是有污染的，所以要少用。
看这个油垢夸不夸张？有漏油就要赶快去处理了，放着不管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为了这台车，我还购入了喷砂设备，希望以后可以服务更多的车友。有网友提问，为什么我老婆会同意让我在家里翻新机车？其实这一切都是她提议的，我只是想要简单翻新一下就好。但老婆却说，要不要顺便学习外国的 YouTube 拍片记录下来？反正你前阵子不也是帮公司剪片吗？就差摄影而已，要我顺便把单眼拿出来录影吗？所以他的2个顺便，让我可以合理的把机车放在家里3个月。但偶尔还是会被零件到处堆，很难看。另外也有网友们很关心我把地板弄脏，我这么说好了，地板是我负责的家务分工的其中一项，所以弄脏擦干净就好，瓷砖很好照顾的。以上是这集的部分，下集我将会组装引擎与化油器的翻新，记得帮我订阅起来，拜拜。